不能失去中国。欧洲国家领导人正纷纷前往北京，为何有点着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祥少。在很多人看来，欧盟是中国对抗美国战略打压的关键，所以中国需要尽量的团结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发展又是中欧关系的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只是中国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中国。中俄关系的亲近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到了欧盟。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领导人以普京的情谊让欧盟领导人大吃一惊。现在他们都在预定飞往北京的航班。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将飞往北京。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现在要急着一波一波地访问中国呢？首先，对中俄深化合作，他们感到担忧，担心北京和莫斯科巩固友谊，有可能使俄罗斯更有信心在战场上打下去。马克龙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公开表示，同事们要加倍努力，阻止中国加深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一位欧盟官员说，法国总统强调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中国不支持俄罗斯及其推进战争的能力。要注意，就算中国不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光是强化中俄经贸合作，也足以让欧洲国家看不到在战场上击溃俄罗斯军队的希望。欧洲需要与中国协调产业政策，避免出现一场新的冷战。最近，一些欧洲政府对中国的 TikTok 实施了限制，这背后又是美国推动的。与此同时，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限制在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等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第三，欧洲的一些国家还关注中国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证实，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国关于乌克兰的立场文件。今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将接替瑞典担任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卢森堡首相呼吁继续与北京接触，以拉近与中国的距离。一位欧盟官员说，中国并不完美，但有一天我们可能需要它。几个成员国都赞同这一评估。这也意味着，虽然美国把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说成是在帮助俄罗斯，但是欧洲国家都明白，中国立场是解决这场冲突的最大公约数，必须给和平留一条退路。第四，欧洲仍然希望中国能够施压普京，让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撤出，虽然他们明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统声称会提到乌克兰危机，而且他们主要想表达的是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俄罗斯承担全部责任，先从乌克兰撤军。但是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解决危机需要一个顾及各方的方案，也只有这样，欧洲才能够长治久安。从欧洲国家领导人急着来中国也可以看出来，中欧加强沟通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时的地位。比如，西班牙总统府的部长费利克斯·博拉尼奥斯直接表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着关键的调解人的角色。马克龙也曾表示，中国的努力是积极的，但他又提出，只有俄罗斯的侵略停止，和平才有可能。俄罗斯和中国都赞成不可分割的安全概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隔离开来。这也需要欧洲国家积极参与协商。普京已经积极响应了中国的倡议，而乌克兰没有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这一切都意味着前景还比较积极。欧洲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能够收获到他们想要的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俄关系的深化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欧洲担心中国军援俄罗斯，更希望中国变成世界和平的使者。
就此而言，中国对欧洲真的非常重要。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